但是中国呢，是世界最大的数字支付市场，就像中国能够借助世界最大的国内 5G 和光伏市场培养出这些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一样，数字人民币也必然会成为世界最成功的数字货币之一。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是在美国微信、支付宝会被下架吗？美国的法案呢，拟封杀支持数字人民币的应用。美国的那几个臭名昭著的反华参议员又出来作妖了。美国的参议员汤姆·科顿、马可·罗比奥和麦克·布劳恩公布了一份立法提案，要求拥有或者是控制应用商店的公司不得在美国境内的应用商店中提供或支持任何支持或允许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应用，包括苹果和谷歌在内的美国应用商店。腾讯的微信呢，已经在今年初宣布支持数字人民币。蚂蚁集团的支付宝也已经接受数字人民币。微信和支付宝目前都在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上架。目前呢，这还只是一份提案，需要经过参众两院分别的投票通过，然后由美国的总统拜登签署，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个法案能不能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被通过呢？还很难说。不过就算通过了，对中国企业也没什么影响，因为这个法案有个重要的范围限制，美国境内。这是这群反华议员在现实面前的被迫的妥协。你以为他们不想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吗？但他们做不到，因为代价大的让他们心疼肉疼加骨头疼。首先是美国没法控制安卓操作系统上的应用商店。安卓本来就是开放的，世界主要国家基本都有自己的安卓应用商店，不依赖于谷歌。其次，如果强迫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应用商店里封杀微信、支付宝以及所有的中国电商 APP， 那在中国还会有几个人买苹果手机呢？要知道，中国市场的销售量占苹果手机全球销量的1/5，是苹果仅次于美国市场的第2大单一市场。失去了中国市场，对苹果公司的打击将是致命的。那个时候，苹果的市值还能是世界第一高吗？正因为如此，这个法案即使很快通过，也对中国几乎没什么影响。美国的华人要想用微信、支付宝这些 APP， 自然知道去哪里下载。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为何美国如此痛恨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 DCEP 的概念在2018年首次提出。2020年1月，央行开始进行数字货币的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这些工作。从2020年中开始试点，2021年开始推广数字人民币的货币钱包，到现在才1年多的时间，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影响力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是数字人民币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因为数字人民币具有极强的国家战略意义。对内可以实现精准调控，对外可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之一，更是我们的国际支付摆脱西方金融机构控制的有力的武器。这才是最让美国人抓狂的原因。从数字人民币概念公布的时候起，西方国家就紧张起来了。2019年6月，有 Facebook 联合27个行业的巨头创建的加密货币 Libra 白皮书发布，但是由于扎克伯格想要借助 Libra 摆脱各国政府的监管，因此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目前这个项目处于冬眠的状态。从2020年起，世界主要国家对数字货币的研究是明显加快。2020年2月，美联储就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的相关技术展开研究与实验，并开始研究数字货币发行的可能性。5月，法国央行完成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欧元的测试。7月，7国集团决定就发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 展开合作。10月，俄罗斯宣布在2021年要试点 CBDC， 以应对加密货币挑战。11月，欧洲开始探索推出数字欧元的可能性。很明显，西方各国都想借助数字货币占领世界金融的制高点。然而在这一个领域，中国是最领先的。就像在 5G 光伏这些中国领先的领域一样，美国政府
开始打压了。但是中国呢，是世界最大的数字支付市场，就像中国能够借助世界最大的国内 5G 和光伏市场培养出这些领域的世界一流企业一样，数字人民币也必然会成为世界最成功的数字货币之一。竞争才刚刚开始，美国人呢就已经慌了。请卢比奥之流放心，你不用操心过多，中国一定在这个领域能赢。好，这期话题就这样。